大家好，今天要来讲焦虑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。当你遇见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情绪是如此的具体。我的新症状对我来说非常触目惊心，发现生理上、身体上有很大的改变，这是以前我完全没有想到的。自己的睡眠、饮食、头脑里的思绪没有办法平静，特别是越想越心情不好的状态。只有亲自体会到这种比较极端的状况之后，才会发现焦虑是一件多么隐形的杀手。还有一个比较令我惊奇的焦虑引发的症状，就是任何一件事情都能让我联想和触发我的焦虑情绪。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口音或者只是语言相似的内容的时候，都会立即让我联想到这件让我焦虑的事情。甚至我的手机看到它，我就能联想到让我焦虑事情的，这是以往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非常容易联想的状态，打破了我许多日常生活的习惯。由于最近的这一次比较深刻和非常扰乱日常生活的经历，让我重新的拾起焦虑这一个话题。我也看了一本书，叫做《Stress Management for Dummies》，它梳理的非常清楚。比如，他就说，当我们来聊焦虑的时候，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些焦虑？有可能是你的工作、家庭，或者是一些资源、金钱或者时间不够，或者你有这样的目标却达不到的压力。但其实这些都不是最直接引起你焦虑的来源，其实是你的思绪。你对一个外部事件的解读，就是你的思绪。你如何去解读它，就造成了你要么焦虑，要么看淡。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，你可以去想你怎么没有做得很好，但是你同时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去反着思考，这已经是可以接受的状态，而且是很正常的。有很多的环境因素导致了这一个事件。而且这种环境因素是自己不可控的，自己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。这个负面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，可以接受的东西，而且它在一天天变好。如果这样的解读，这种反面的解读，当你意识到某一种解读让你自责和情绪不好的时候，试着把它反过来想，如何把它变成一件很正常、可以值得接受的事情，而且看到积极的前景。这是改变你的思绪，从而改变你的心情和状态、焦虑缓解的手段。你的思绪，你要意识到，最本质上它只是思绪，它不是现实。一个事情发生了，你不需要把它个人化。一个对你作品或者对你人的评论出现了，但它只是一句陈述，它不代表你就是这样的。当然，这一些道理更加需要的是我们日常不断提醒自己，和日常通过冥想这种慢下来，像锻炼肌肉一样的锻炼我们大脑的方式，去反复提醒自己这样一些道理。这一些常见的误区，其实也就只有这么几种。接下来还有一种。就是某件事情发生，它其实是很自然而然的发生的，甚至就是那句话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它是在当时那个情境下，在所有的外部环境和你能做的东西中，已经是最好的情况了。不要有太多的万一，如何这样子一些假想，事情就是发生了。而且可能这已经是最好的状况，逝者不可追，不用再去想当时如果怎样，
如果你做了什么，可能会改变不一样。不用这么想，因为可能一切已经是最好的安排，而且也不用担心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因为未来往往有可能是朝着慢慢恢复的方向去发展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在担心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这也是一个很容易犯的经典的思维误区，能够造成人非常多的慌乱。但其实是不必要的。如果你能意识到这一个误区，当你担心不好事情会发生的时候，提醒自己，那不是事实，那只是你的担心。意识到这一点，仅仅看到事实本身，提醒自己不用去想太多过去，或者假想太多未来，就能够免去许多不必要的担忧和烦闷。与之相关的一点就是，你是否一直苛责自己，还是去苛责别人？其实并不是苛责别人，更好的就是你去理解别人。如果别人在某一个观点和你完全不同，或者你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评论，首先，我们前面一点所提到的，它不一定是真相，它只是一句 statement，它只是陈述了一个他所认为的。如果你能够理解对方为什么说这句话，可能你们的沟通会更加有效。比如，你和对方如果都能抽离出来，就事论事，而不是当做对彼此的指责，用一个比较公义的第三方的标准来评判这件事情。因为重要的事情是去更好的理解彼此，而不是争一个输赢。只是为了达到一个更加互相彼此理解的状态，而且你会发现这比赢了长远上更加有效，因为你明白了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底层逻辑，而不是针对这一个观点去辩论的对与否。还有一种就是和刚刚这个 what if 的这一点相关的状态。如果你一直在思虑和担心什么坏的事情会发生，那么你就不如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提醒自己，那万一是变得越来越好了呢，用这种魔法打败魔法，用一种好的 what if，好的万一什么发生，代替那些担忧的未来。能够非常直接的缓解你的焦虑。